萧绝，我妹妹哪点配不上你？论容貌，她冠绝京城；论才华，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顾晨，你想造反吗？今日你不给我个说法，这龙翼你也别想坐稳了。这场面比我想的还热闹。顾晨，你拿的是传国玉玺，哼，今天他就是板砖。这传国玉玺分量还挺足，听着就沉。顾晨，朕承认你妹妹很好，但朕就是不想被顾家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哼，看来一块板砖不够，陛下还想试试第二块。朕就是现在出门随便抓个女人，都比你妹妹强100倍。朕就是死从太和殿跳下去，也绝不会让顾清欢当皇后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就要来了。朕现在就去抓一个给你看。陛下，陛下，您的发髻比刚才更歪了。顾清欢，臣女顾清欢见过陛下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臣女本来只是来送桂花糕，陛下走得太急，臣女躲得太慢。严格来说，是陛下主动接糕。那可是我特地让清欢带来的。你现在心疼的是糕。陛下，您刚才说要出门随便抓个女人，现在您抓到了，还是您最不想见到的那一个。君无戏言啊，这可是天意啊！都闭嘴！陛下放心，臣女并不想为难陛下，只是陛下的话，满朝文武都听见了。传朕旨意，册封顾氏清欢为后，3日后举行大典。臣女谢陛下隆恩。顾清欢，你最好别后悔。陛下也一样。清欢，快谢恩，先把位置占了再说。哥，这位置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是砸下来的锅。陛下，君无戏言，臣女亦有言在先。他还要说什么？臣女自知这皇后之位来得荒唐，既是天意，也是陛下无奈之举。臣女不敢奢求陛下恩宠，也不想成为顾家与皇室角力的棋子。若要臣女接下这道旨意，臣女有约法3章，需陛下应允。清欢，别胡闹。哥，若我现在不说，以后就没机会说了。陛下问顾大小姐有何章法？第一，后宫之事，臣女自理，不劳陛下费心。陛下六宫随庆，臣女绝不干涉，也请陛下不要干涉臣女在后宫的任何决策。他这是要后宫大权。第二，顾家世代忠良，我兄长为国戍边，请陛下信君臣，远小人，不得无故猜疑构陷我顾氏一族。清欢。第三，若有一日君臣离心，缘分已尽，臣女自请下堂，届时请陛下允臣女全身而退，一别两宽，各自安好。奴才这就回禀陛下。她还没嫁进来，就先想着离开。顾大小姐跪在殿前，姿态端正，满朝文武都在等着。顾晨拿玉玺砸朕，顾清欢拿桂花糕砸朕，现在还拿规矩砸朕。陛下息怒，陛下若是不应，恐怕会被人说金口玉言，落地就碎。传话给他，朕准了。但告诉顾清欢，皇后之位他既敢接，就别以为能轻易抽身。一梳梳到尾，2梳白发齐眉，3梳儿孙满堂。你的手在抖。娘娘恕罪。怕我没关系，别把头发梳歪就行。娘娘，该戴凤冠了。皇后的位置比她更重。吉时快到了，请娘娘上凤辇。走吧。你今日倒是风光。托陛下的福。朕可没想给你这个福。可陛下给了。夫妻对拜。陛下，该对拜了。陛下，
您若再不低头，臣妾的腰都要替您尴尬了。顾清欢，你很好。陛下也不差，至少低头学得挺快。李成，娘娘，这不合规矩。从今天起，坤宁宫的规矩我说了算。可陛下还没来，陛下在前面喝酒，我在这里挨饿，这规矩听起来就不公平。陛下驾到！顾清欢，臣妾见过陛下。新婚之夜，皇后倒是自在。陛下前殿饮酒，臣妾坤宁宫用膳，各忙各的，也算和谐。顾清欢，你现在一定很得意吧？坐上梦寐以求的皇后之位，感觉如何？还不错，床软屋暖，点心甜，除了陛下脸色差点，其他都挺好。收起你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，朕告诉你，就算你当了皇后，也休想得到朕的心，这辈子朕都不会碰你一下。真的，陛下此话当真，君无戏言。你这是什么反应？陛下，您真是个好人，这正是臣妾想要的。以后您走您的阳关道，臣妾过臣妾的独木桥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搭伙过日子，互不干涉。顾清欢，你不知廉耻！是陛下先说不碰臣妾，臣妾只是同意。难道非要臣妾哭着喊着求陛下垂怜，才算知廉耻？陛下这要求，是不是有点特别？顾清欢，这是你自找的。陛下留步。怎么，后悔了？外面天冷，陛下龙体要紧，陛下睡那儿，臣妾睡床，正好，也省得明日宫里传出皇后独守空房的闲话，伤了陛下颜面。顾清欢，臣妾在。陛下早。你睡得很好，格外香甜。朕一夜未眠。看来这软榻确实不太适合陛下，今晚多加一床被子。你还想让朕睡软榻？陛下昨夜亲口说，不会臣妾一下。看什么？都起来吧。今日还要去仁寿宫给母后敬茶。你倒是记得规矩。该守的规矩，臣妾自然会守；不合理的规矩，就另说。给母后请安。起来吧，母后请用茶。听说你未进宫门，就先与皇帝立下约法3章。后宫臣系自治，陛下无需费心，是为君分忧；顾家守臣节，陛下无需猜忌，是顾国之本。至于第3条，不过是臣系一点女儿家的痴念，若无缘分，也不必强求，给彼此留个体面。说得好听，不过是想独揽后宫大权。本宫既为皇后，执掌凤印，统领6宫，本就是分内之事，何来独揽一说？还是贵妃觉得本宫没有资格？臣妾不敢。皇后所言，亦是朕的意思。既是皇帝的意思，哀家也不多问，只希望你当好这个皇后。臣妾谨记。皇后还有事？臣其出掌6宫，许多事务需要熟悉，传本宫旨意。奴婢在。从今日起，彻查后宫各宫院近3年的账目用度，所有账本半个时辰内全部送到坤宁宫，本宫要亲自核查。皇后娘娘刚入宫便要查账，未免太急了。不急，3年账目半个时辰送来，本宫已经给足时间。若一开始就如此大动干戈，只怕伤了姐妹和气。账目清楚，
自然不会伤和气。若伤了，只能说明账比人脏。皇后娘娘这是怀疑我们？贵妃这么紧张，是账本里有什么不能见人的东西吗？你血口喷人，还愣着做什么？半个时辰后，坤宁宫见账。迟一刻，本宫亲自去各宫去。后宫账目向来由内务府总管负责，娘娘刚入宫便大动干戈，未免太心急。心急？本宫倒觉得一点也不急。身为皇后，为陛下分忧，为后宫节流，是本宫职责。国库每一分银子都是民脂民膏，本宫不想看到它被不明不白的花掉。丽贵妃觉得本宫说的可有道理？臣妾自然不敢说没道理，不是不敢，是不能。若贵妃觉得国库银子可以随意挥霍，那今日仁寿宫的门，贵妃怕是不好出。皇后娘娘为后宫节流，自然是好事，只怕惊扰各宫。账目清楚，便只是核查；账目不清楚，才叫惊扰。皇后既已掌6宫，查账也算分内之事，只是锋芒太盛，未必是好事。臣妾谨记。刀若出鞘，自然要见准了再落。娘娘，您真的要亲自看吗？这么多，不亲自看，怎么知道水有多深？里面养了多少大鱼？长春宫去年冬日取暖用银双炭5万斤。5万斤？这都够把长春宫当火炉烧了。丽贵妃每月沐浴用鲜花牛乳300两，她宫里一只鳖杂猫吃穿用度比6品官俸禄还高。这哪里是账本，这是抢钱录！奢靡、虚报、冒领、贪腐，长春宫这本足够他喝一壶。那明日就拿丽贵妃开刀。急什么？明面上的鱼好抓，藏水底的才有意思。娘娘为何盯着淑妃的账？她的账不是最干净吗？太干净才不正常。咸福宫每月都向宫外德善堂布杀银钱，数额不小。德善堂不是京中善堂吗？表面上是，背后是谢家。太后的娘家。我哥提过，前线有一次军饷被劫，潇湘窝点就挂着德善堂牌子，最后被谢家压了下去。这不是后宫账了，是前朝大案。所以现在不能动谢家，先抓一条最肥、最吵、最不惊吓的。丽贵妃，她站得最高，叫得最响，摔下来才够疼。你这是要把内务府搬空？总得看看自己的家底有多少，又被多少人惦记。你今日一道旨意，让整个后宫鸡飞狗跳。太后问了3次，丽贵妃问了5次。陛下这是来问罪，还是来找答案？少给朕扣帽子。那臣妾给陛下看账，看看您的爱妃们如何替您节俭持家。银双炭5万斤，鲜花牛乳每月300两，波斯猫用度120两，混账！这还只是冰山一角，臣妾粗略算过，仅去年1年，后宫超额支出、虚报冒领就高达20万两。20万两，够前方将士半年的粮饷。你查这些，是为了给顾臣扣军饷？陛下想多了，我查账，一不为邀功，二不为我哥。我的地盘，我得说了算。我的钱袋子不能让别人随便伸手。至于这20万两，抠出来还给国库。顾清欢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后宫自治。你想怎么做？杀鸡儆猴。长春宫账最脏，丽贵妃嘴最硬，不拿她开刀，后宫不会怕。她是太尉之女，所以才更要查。朕可以给你撑腰，只要你有证据、有道理，朕给你撑腰。臣妾谢陛下。朕不是为了你。臣妾明白，陛下是为了国库，
前朝、皇家颜面，总之不是为了臣妾。你少自作聪明。今晚这样睡软榻。娘娘，陛下答应了。他不蠢。那明日查长春宫。不急，先送礼，准备一份厚礼，明早送到太尉府，就说本宫恭贺丽贵妃为国分忧。娘娘这是要把火烧到太尉府门口？丽贵妃喜欢排场，本宫就送她一场最大的排场。娘娘，皇后娘娘一早派人给太尉府送了厚礼。本宫还以为她多硬气，原来也知道怕。外面都说皇后娘娘雷声大雨点小，最后还是向太尉府低头。把这些礼赏给下人，传话出去，就说皇后总算懂了点规矩。娘娘，丽贵妃把您送的礼赏给下人，还说您懂规矩了。让她热闹一会儿。娘娘不生气？刀落下来之前，总要让人把脖子伸稳。娘娘准备好了。传旨，请各公主为下午到坤宁宫偏殿喝茶。本宫备了好茶、好点心，还有一出好戏。臣妾来迟，皇后娘娘不会怪罪吧？自然不会，本宫今日图的就是热闹。皇后娘娘昨日查账，今日喝茶，倒是闲情逸致。查账是正事，喝茶也是正事。今日请姐妹们来，是有一件事想请大家做个见证。带进来。祥贵人，她不是丽贵妃的远房表妹吗？皇后娘娘，祥贵人犯了什么错？你要如此对她？她犯了什么错，贵妃很快就知道了。安跪下。表姐，救我！念：查咸福宫祥贵人入宫2年，其一，虚报宫中用度，2年冒领银双炭1万斤，牛乳500斤，锦缎300匹，合计银3200两。其二，私下贩卖公职，2等宫女50两，管事太监200两，共获利1500两。其三，收受宫外贿赂，为家人在江南谋取盐引私利，数目巨大，尚在追查。不是，是他诬陷我！就凭几本账本，谁知道是不是伪造？人证物证，本宫都给贵妃备齐了。奴才认罪，祥贵人确曾命奴才虚报用度，草民认罪，曾送银票给祥贵人。这是原始底册，与上报账目不符。表姐，救我！国法无情，宫规森严，本宫身为皇后，必当以身作则，肃清后宫。娘娘饶命！祥贵人德不配位，贪赃枉法，着废除位分，降为庶人，打入冷宫，终生不得出。其名下财产全部查抄，用以填补亏空。所有涉案人员交由慎刑司严惩，宫外族亲交由京兆府彻查。丽贵妃，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？是本宫公报私仇，还是伪造证据？臣妾不敢。不敢就好。本宫今日请大家来，不是看戏，是立规矩。从今日起，这后宫本宫说了算。第一，安分守己，争宠斗气是你们的本事，但谁敢把手伸到别处，祥贵人就是下场。第二，开源节流，从今往后，各宫用度1000份例来。谁觉得份例不够，可以来坤宁宫，本宫亲自算算，你到底哪儿那么金贵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别去烦陛下。陛下日理万机，你们这点鸡毛蒜皮，别拿去脏了他的耳朵。谁敢哭哭啼啼搬弄是非，那就不是冷宫这么简单。听明白了吗？臣妾明白了。大点声，没吃饭吗？臣妾明白了。都散了吧。
正门不用，偏门倒是走得熟。朕只是路过。陛下路过的挺精准。你可真是雷厉风行。陛下是想说臣妾心狠手辣吧？真没想到你真敢动他。他背后是厉贵妃，是太尉府。证据确凿，合情合理，有何不敢？不怕他们给你使绊子？怕，所以要先把他们打怕。这些财物你打算如何处理？该充公的充公，该变卖的变卖，填补亏空，剩下的给国库添进项。你倒是会给朕省钱。花的是陛下的钱，也就是臣妾的钱，臣妾护食。你今日说不让他们烦朕，是真心的？当然，臣妾愿为陛下挡下俗事，让陛下专心国事，做流芳百世的明君。如此甚好。顾清欢，你真是个与众不同的皇后。陛下过奖，朕不是夸你，臣妾就当是了。祥贵人只是开胃打菜，真正的大鱼还在后面。娘娘，这几日各宫用妇都按份例来了，内务府账目清醒多了。突然这么干净，本宫还有些不习惯。娘娘雷厉风行，各宫如今谨慎得很。从祥贵人那里查抄来的银两，一部分填补宫内亏空，剩下的划入国库，记在军费名下。军费？前线将士守的是国门，吃穿总比后宫一只猫重要。娘娘为何不亲自跟陛下说？这是大功。我若说了，就是邀功；我不说，他自己会看到。这叫润物细无声。陛下，后宫开支较上月锐减近半，皇后娘娘整肃后宫，节流有方，还将赃银划入国库军费线下，实乃百年难遇之贤后。皇后娘娘深明大义，她倒是会办事。臣恳请陛下嘉奖皇后娘娘。传旨，皇后贤德，为君分忧，赏绫罗绸缎20匹，珠宝首饰10箱，西域贡果5箱。陛下还说，东西送来，娘娘知道是什么意思。陛下还真别扭。他这是告诉我，他支持我，也是告诉后宫，谁才是真正的主人。各宫娘娘刚被削减用度，现在看着这些赏赐，怕是眼睛都红了。用他们省下来的钱换我的赏赐，杀人诛心，莫过于此。这个你看看。边境军粮采买，陛下，这是前朝政事。你不是说要为朕分忧？德盛昌粮行，臣妾没听过。今年新冒出来的皇商，背后是谢家，报价比往年高30%。户部和兵部说北方雪灾，粮价上涨正常。雪灾是真的，涨30%未必是真的。朕想听听，一个能从后宫账本抠出20万两的人，有何高见？天下生意都有门道，有些慈善米铺明面施粥舍米，暗地用陈米换新米，左手到右手就把国库银子变成自己的。你也查到了？看来陛下也不是全无察觉。征西大将军顾臣，宫外求见。我哥无诏回京，一定出事了。宣。是。清欢，你没事吧？哥，我没事。顾将军眼里是不是没有朕？无诏回京，按律当斩。臣知罪，但臣确有要事。朕暂且不追究。说。这是从战马蹄上换下来的。今年兵部拨下5万副马蹄铁，近一半在日常操练中断裂磨损，源头指向京城兴隆铁骑行，背后大东家是太尉府，军备上动手脚，
是在挖大井的根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粮草，今年军粮30%都是混着沙子的陈米，牲口吃了都拉肚子。供应商是德胜昌粮行、太尉府、谢家，他们这是要边关将士的命，也是要大景的命。陛下，臣妾顾清欢有一计，可助陛下清君侧、顾国本。但此事凶险，需陛下、臣妾、顾家同心同德，方可成事。你要振兴顾家？不是信顾家，是信边关那些喝风吃雪、替大景守国门的将士。清欢，你要赌什么？赌太尉府会自乱阵脚，赌谢家会急着灭口，赌这条线能把暗处的大鱼全钓出来。输了呢？臣妾会成为靶子，顾家也会被拖下水。那我不同意。哥，顾家已经在水里了。说来听听。我的计划很简单，4个字：引蛇出洞。蛇在哪里？一条是太尉府，掌兵，贪军备之财；一条是谢家，掌文，控沿路与钱粮命脉。他们根基深厚，强攻只会打草惊蛇，所以不能打，要引。怎么引？陛下要做第一件事，示弱。朕是皇帝，正因陛下是皇帝，才更要忍。明日早朝准了兵部加拨军费的奏折，不仅准，还要表现得不情愿，像被谢家和太尉府联手逼迫。朕的颜面何在？一时颜面和大景江山孰轻孰重？陛下，演戏这事儿您得委屈一下。顾晨，你还想不想要脑袋？哥，你要做第2件事，领钱。陛下拨款后，你代表前线将士去户部领钱，再大张旗鼓去德胜昌和兴隆铁器行采买。那可是劣质军备，是兄弟们的命。所以第3步最关键。这笔钱从户部出来，经你手，再到那2家店铺，每一次流动都必须在我们掌控中。陛下，臣妾需要黄承思。你知道黄承思？后宫妇人想活久，总要多知道一点。我要黄承思盯住20万两白银，知道他最终流向哪里，进了谁的口袋，也要知道德善堂究竟在做什么善事。我做什么？演一个只会打仗、头脑简单、什么都看不出来的憨直将军。你这是骂我还是安排我？都有。顾将军，本色出演即可。陛下，您这也不像夸臣。前朝的线由陛下和我哥去牵，我会在后宫再添一把火，让太后和丽贵妃以为陛下被架空，让他们觉得胜利在见，让他们觉得朕不足为畏。对，也让他们觉得臣妾只是个计较鸡毛蒜皮的深宫妇人。当他们最得意、最放松警惕时，就是我们收网的时候。朕把黄承思交给你，陛下当真？朕也把朕自己交给你。这一局，朕陪你赌，输了，我们君臣共赴黄泉；赢了，朕许你一个真正的皇后。清欢，他好像真变了。不是变了，是他终于开始像个真正的君王。边关苦寒，将士缺衣少粮，此事不可再拖。若再不拨款，恐怕军心不稳。上月才拨过军费，如今又要20万两，你们是在逼朕？臣不敢，臣等只是为江山社稷。陛下，前线确实急需军备粮草，请陛下恩准。准。陛下圣明。
顾将军，军费批文和银票都已办妥，采买军粮，德盛昌粮行价钱公道，军备铁器，兴隆铁器行最可靠。好，就这2家，本将军最烦挑挑拣拣，省事。按计划，盯紧银票流向。是。皇后好大的架子，竟让母后等了1个时辰。臣妾近日核查账目，忧虑宫中用度糜费，想着能为陛下、母后省下1分1毫。皇后有心了，只是你是国母，眼光要放长远，别总盯着米呀探的小事，失了身份。母后教训的是，听闻陛下为了边关军费与大臣争执许久，臣妾也心疼陛下。国库空虚，总不能年年让后宫勒紧裤腰带去填前线无底洞吧？贵妃说的是，太尉大人和丞相大人一心为国，有他们在，边关将士很快就能穿上新衣，吃上饱饭。娘娘，您受委屈了。我演的那么像吗？演。他们想看失势皇帝身边的软弱皇后，我就演给他们看。查得如何？顾将军采买款项已进入德盛昌和兴隆铁器行，下午有17辆马车从后门驶出，5辆去了城西太尉府别院，12辆进了德善堂。堂里有什么？表面是米面粮油，地窖里藏着兵器。大景之事？不是，是北狄。好一个谢家，好一个德善堂，他们不是贪污敛财，是通敌卖国。继续盯着德善堂，每一个进出的人，每一辆马车，每一笔银钱流向都不能放过。娘娘，德善堂藏北狄兵器已经是铁证了吧？还不够，兵器只能说明德善堂有问题。背后谁下令，钱进了谁口袋，北狄谁接应，都需要证据。娘娘想顺藤摸瓜？不是顺藤摸瓜，是连根拔起。那娘娘接下来怎么办？继续演。这是何意？臣妾近日核算后宫用度，又省出3万两白银，母后寿辰将近，臣妾送来聊表孝心。皇后有心了。皇后娘娘如今倒是越来越会做人。多谢贵妃夸奖。边关军费已拨，后续采买运送还需各部通力配合。臣愿替陛下分忧，督促军备采办。朕知道了。臣听闻陛下暂停秋日围猎和宫中庆典，皇家威仪不可过分消减。你们是替朕分忧，还是教朕做皇帝？臣不敢。陛下，今日这出戏演的奴才都快信了。他们信了就行。等皇后收我。哥带着那批新军备上路了，但没回军营，绕道去了北狄边境秘密隘口。顾将军想抓现行，会不会危险？敌暗我明，最怕冲动。用最快速度送到顾臣手里。信上只有8个字：敌暗我明，静待时机。太后寿辰将至，谢渊提出由谢家出资，在畅音阁为太后办寿宴，皇亲国戚、满朝文武都会出席。谢家这是要告诉所有人，谁才是京中靠山。寿宴当晚，德善堂会有一次大规模布设，30车粮食运往城外乱葬岗，一支北都商队在那里接应。他们想趁所有人都在寿宴时交易。不错，宫中歌舞升平，
城外暗度陈仓。要不要提前拿人？提前拿只能抓小鱼，要等交易开始，还要让所有人亲眼看见这场戏是谁唱的。去畅音阁看看寿宴准备了什么好戏，告诉他们，菜可以简单点，戏一定要精彩。娘娘，今日这身压得住全场。今晚要见的人多，自然不能输阵。畅音阁已开宴，太后、谢丞相、太丽贵妃、淑妃都到了。娘娘，我们该过去了。不急，等他们笑得最得意的时候，今晚让他们知道，一步错，满盘皆输。太后娘娘千秋，臣愿大景，国祚永昌。今日寿宴，还是谢家最懂母后的心意。皇后娘娘驾到！陛下，臣妾来迟了。入座吧。臣媳给母后请安，免礼。皇后娘娘今日倒是懂礼目，贵妃也难得说句中听的话。臣请来京城最有名的和春班，献上一出《定国安邦》，为太后贺寿。皇后娘娘觉得这戏如何？唱得不错，就怕忠臣是假，奸臣是真。皇后慎言。看戏而已，贵妃紧张什么？启禀陛下，城西德善堂走水了。德善堂走水？德善堂不过一处善堂，交由京兆府处置便是，不必扰太后寿宴。丞相大人倒是镇定，德善堂火势极大，丞相大人为何一点也不急？毕竟那里面烧的可未必只是米面粮油。一个小小善堂走水，也值得你闯寿宴禀报？陛下，不是普通走水，火势烧毁德善堂地窖，京兆府和金吾卫救火时，在地窖发现不得的东西。发现了什么？丞相大人，下官不敢说。朕让你说，你就说。地窖中发现大量兵器，并且并非我大景志士，而是北狄军械。北狄军械？还从烧毁账本中抢出残册，上面记录德善堂以布衫为名与北狄商人交易军械，数额高达50万两。一派胡言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严刑拷打！寿宴之上构陷重臣，必须严惩。丞相大人和太尉大人，好大的威风！皇城司，启禀娘娘，幸不辱命。是你？这一切都是你设的局？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人证物证俱在，怎么能说是本宫算计？启禀陛下，德善堂涉案人员连同物证已全部押入皇城司大牢。陛下，母后一定是顾清欢伪造证据，陷害我父亲和丞相大人。皇帝，你看看你的好皇后，她是要翻天吗？母后，臣媳只是查案，若只是贪些银子，臣媳或许管不着。可若有人把手伸向边关京备，暗通北狄，那就不是前朝后宫之分了。够了！是不是伪造，是不是陷害，朕自有公断。但谁敢在朕面前越俎代庖，试图灭口，便是心中有鬼。太尉大人这么急，不如等等真正能定你生死的证据。报！启禀陛下，征西大将军顾臣于燕山隘口大破北狄奸细，当场截获走私军械30车，抓获北毒王庭密使1名。
不可能，并从密使身上搜出与太尉府和大景丞相谢渊来往的全部密信，证据确凿，叛国之罪铁证如山。不可能！一派胡言，都是顾家兄妹设的局。护驾，拿下！丞相谢渊涉嫌通敌叛国，押入皇城司大牢严审。太尉府一系全部拿下。陛下，这出定国安邦，您可还满意？皇后演得很好。奉陛下旨意，谢家太尉府一系涉案人员即刻缉拿。本官冤枉！有没有冤枉？进皇城司再说。谢家倒了，听说通敌卖国。皇后娘娘亲手设局，一网打尽。皇帝，你当真要如此对哀家？谢渊是你舅舅，他也是大酒罪人。都是他，若不是他，谢家不会败。母后错了，谢家败不是因为陈七茶，而是因为他们敢卖国。即日起，太后禁足仁寿宫，收回参与政事的一切权利。你要废了哀家？朕不废母后，已是看在母子情分上。丽贵妃太尉之女，纵亲为恶，牵涉叛国大案，着废为庶人，打入冷宫，终生不得出。不，本宫是贵妃，本宫父亲是太尉。太尉已经伏居，让顾清欢来见我，我要杀了他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臣妾自知能力偏薄，不敢在协理六宫，愿主动交还复印。从今往后，在咸福宫吃斋念佛，不问世事。从头到尾，你都把自己摘得很干净。臣妾只是深宫妇人，不懂前朝之事。你最好是真的不懂。本宫可以给你清净，但若你再伸手，本宫会亲自剁了。臣妾不敢。娘娘，谢家与太尉府查抄所得陆续入库，国库总算缓过来了。娘娘看账本时，眼神都比看赏赐温柔。国库充盈，看着自然心情舒畅。陛下下旨，加封顾将军为镇国大将军，赏赐无数。我哥立的是军功，他受得起。如今后宫上下无人不服。后宫要的不是热闹，是干净。现在算是干净了。都结束了。是啊，结束了。谢渊入狱，太尉服毒，母后禁足，丽贵妃废入冷宫，淑妃交印，你赢了。不是我赢了，是边关将士赢了，是大景赢了。顾清欢，朕有时在想，当初太和殿若没撞上你，现在会是什么样？那陛下可能还在为国库头疼，还在跟那两条老狐狸斗智斗勇。当然，也可能已经随便抓了一个比臣妾强100倍的女人当皇后。不许再提这件事。为什么？君无戏言啊。你真是记仇。臣妾只是记性好。陛下，干嘛？软榻还给您留着呢。不必了，朕今晚睡床。陛下不是说这辈子都不会碰臣妾一下？朕那是气话。陛下终于承认了。顾清欢，你少得寸进尺。这皇后之位来得荒唐，
但我顾清欢会让他名副其实。